11月已经过一半了，你各位的 NNN 挑战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禁考11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11月到了，网络上面的男性乡民们呢如临大敌，因为传说中的 No Nut November， 也就是禁考11月又要开始了。禁考11月是一个网络挑战活动，参加者呢要在整个11月尽全力的避免涉色，所以呢每到这个时候，网络上面就会有很多关于 NNN 的梗图启发。有人呢会发出内心的煎熬，寻找同盟支持；又有人呢会失败告解，寻求同伴的安慰；更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呢会发出一些看起来无害的照片来引诱参赛者破戒，甚至有些人会因为挑战实在太难了，决定改参加不停考11月。那到底禁考11月的挑战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禁考？考了会怎么样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会花大钱出国只为了在饭店睡觉吗？根据调查，台湾每10个人就1个人慢性失眠。2021年健保申报的安眠药就10.5亿颗。而今年在欧美呢，睡眠旅游变成了新的趋势，大家度假时什么都不做，就只是要好好的睡觉。像世界知名的床垫品牌旗下饭店就提供了100万等级的床让客人体验。英国一家饭店呢，还有整套的睡眠礼宾服务，包含了像是冥想录音啊、枕头喷雾，还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寝具。而瑞士的度假村呢，也有结合医疗科技，请睡眠专家给旅客睡眠的治疗建议。那如果没有那么多钱跟时间，你也可以选择更简单的方式。口粉新推出了晚安舒眠包呢，由初日诊所副院长邓文心医师监制，和智己机械联名，正在限量贩售当中。里面有多种睡眠关键诊断，帮助你调整机能，轻松入睡，中间能够安稳休息，醒来后精神状况也赞赞。那我自己吃也很有感，推荐给想要好好睡觉的朋友。11月10前下单还有抽奖机会哦。禁考11月的确切起源已经不可考，但根据 Know Your Meme 这个迷因百科网站的资料呢，最早的网络记录可以追溯到2011年的11月3号。当天有人在城市的词典上面呢新增了禁考11月的条目，上面解说这是一个类似于 No Shave November 的挑战。No Shave November 呢是一个公益慈善活动，鼓励男性在11月留胡子，借此关注男性癌症身心健康的议题。而禁考11月的主要重点呢，就是要鼓励男性在整个11月期间都要避免 DIY。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人认为这个概念应该是来自于美国论坛 Reddit 上面的 NoFap 社群。NoFap 在2011年的6月创立，目前已经有超过120万的成员在里面。这个社群主要的目的是鼓励男性远离色情成瘾。他们认为禁考可以解决很多的身心问题，像是疲劳懒惰、焦虑、忧郁等等。而且他们相信，男性如果可以禁欲7天，他们的雄性激素会大爆发。不过，这个禁考11月挑战真正走红还要再快转到6年之后。2017年的10月1号，当时在推特上面有人发了一张图，说禁考11月才刚开始，我就已经打他像欠我钱一样，来宣告自己破戒。那这张图呢，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开始呢，有人去查这个禁考11月到底是什么东西，而社群上面有越来越多人响应。比如说这张禁考11月只过9小时，我在走廊里面与一位女性擦肩而过，或是这张挑战第2天我上厕所时呢都要小心翼翼，拉下裤头并转头看向别的地方，甚至连汉堡王都要发文踩一脚。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参战网络上面开始流传着各种对于禁考11月的新诠释。比方说呢，有人会认为禁考11月应该要有3次的机会，或是只要没有射出佳名就不算破戒，甚至有人还会发放可以射1次券来钻漏洞。那为了公平跟秩序 ，Reddit 的禁考11月社群上面有人发布了挑战规则。2018年的10月1号，一个叫做 Nut Chief Nut Daddy 的账号呢，发布了禁考11月的挑战规则，而这个规则获得了99% 的正面好评。他认为整个挑战呢，应该要用禁止高潮当做核心，也就是说，虽然名字呢是 No Nut 不可以射，但大家要挑战的不只是实际上面的佳名，而是高潮。所以前列腺液呢是允许的，但是如果你感到高潮，就算取消资格。当然，爱也算在里面，更没有什么3次机会。那有人呢可能会问那如果我考但一点都不开心呢？虽然可以但他强调这是一个糟糕而且有风险的挑战方式。不过这规则呢还是有2个例外。第一呢是梦遗，因为这是无意识的射，所以呢符合规定。再来呢是使用1次券，他怜悯这些相信异端并且呢在第1天就马上使用的人，但他强调这个规则发布之后就不能够再用了。
同时他也给出了败部复活的机会。如果有人不幸在11月挑战失败，参加者呢有机会在12月通过 Destroy Dick December， 也就是呢暴打12月挑战来补救。比方说，如果你在11月28号失败，那你就有3天没有完成。为了赎罪呢，你就需要在12月1号打1次，12月2号打2次，3号打3次。但如果你在今天，也就是11月16号就无法抗拒诱惑，等于是失败了15天，那就要从1号开始1次，2号2次，直到呢12月15号射15次，对，15次才可以抵消。那除了规则严苛，11月时呢，网络世界有一个暗潮汹涌，有人会发文取暖，但有人不怀好意。11月时呢，网络上面最多的就是禁考派，他们会在社群上面分享自己的经历。有人会抱怨自己被欲望主宰，有人呢会跟社群求助，甚至还有人会问说，现在自己已经开始对感恩节火鸡肉当中的粉红色肉类感到兴奋，到底该怎么办？也有人呢会分享自己挑战失败的心情类似我从来没有这么难过，感觉像是自己失手杀了人，背叛了兄弟，违背了诺言。那当然呢，也会有人吹嘘自己的成就，像是已经22天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壮，甚至还可以暂停时间了。同时间也会有看热闹的这个引诱派，展开突袭，发一些让人想入非非的图，故意让人挑战失败。敬畏的可能会发个感恩节火鸡，或是假好心的提醒大家要喝水。过分一点的呢，就会发表面上面是说发张太空照片冷却大家的欲火，但实际上，这图怎么不太对劲啊？那这个叠对叠的网络民营大战呢，会持续到11月底直到剩下的少数成功者最终解除双手的封印为止。不过有医生认为呢，网络上面的乡民们这么辛苦的挑战禁考11月，其实对健康一点好处也没有。美国有泌尿科医师认为参加禁考11月挑战的人呢，常常会把禁考当成是一个对于身心有益的活动，但其实大部分的功效都没有实证科学支持，甚至可能会带来不适。有些人呢，在克制欲望的时候，会长时间绷紧骨盆底的肌肉，就可能会导致睾丸疼痛排尿困难或者是便秘。那在所有的说法里面呢，比较有科学根据的，可能是禁欲7天可以提升睾固酮浓度。有人认为提升睾固酮浓度呢，可以提升性功能，同时增进身心健康。而这个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一项2002年的中国研究，研究者呢找来了28位的受试者，测试他们在射精之后的这个睾固酮变化。研究发现在射精后的第7天，睾固酮的浓度出现了明显的高峰，甚至会比平均的这个基准呢还多出了45.7%。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在第8天之后，睾固酮浓度就会恢复到原本的基准，所以有人认为禁考1个月的必要性并没有很大。另外呢，也有其他的研究发现，男性在性高潮之后呢，睾固酮反而会增加。所以有人认为如果想要增加睾固酮的浓度，高潮可能也是一种方式。有很多的医生呢都建议不论性别，大家都应该适度的爱或是 DIY， 因为好处多多。首先是可以抒发压力，研究发现高潮时呢，大脑会释放催产素还有多巴胺，让人感到快乐跟放松。2019年呢，还有项研究发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性高潮之后可以帮助睡眠。此外，也有一份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比起每月射精4到7次，每月射精至少21次的男性，罹患射物腺癌的风险可以降低31%。那听到这里可能有很多人对于这个暴打12月跃跃欲试，但也有部分的医师提醒，过度的靠枪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坏处。台湾的泌尿科医师认为如果打手枪的频率过高，可能会有以下的几个风险。首先是生理层面，反复的摩擦生殖器呢，可能会破皮红肿、龟头溃疡。那如果力道太大，也可能造成表层的血管出血，出现血尿，甚至呢是这个系带断裂，需要手术缝合。再来是心理层面，刚刚有提到打手枪的时候，大脑会得到快感，但如果频率过高，大脑对于多巴胺还有血清素的反应阈值就会提高，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快乐跟满足感。这个时候就会需要越来越多的高刺激行为。那如果一整天都一直想要打手枪，就可能会有成瘾的问题。此外，也有人担心打太多手枪可能会有早泄或者迟射等等性功能障碍。确实有可能。有医师就解释很多人打手枪担心被发现，就会想要快点打出来。那如果养成了速战速决的这个习惯，久了可能会有早泄的问题。相反呢，也有人呢是因为实战时紧度速度不如手动来的有快感跟兴奋，反而无法高潮，就出现了迟射的情况。但医师强调，只要频率适当，打手枪是非常健康，可以疏解身心压力的方式，并不用太过担心，也不需要有罪恶感。那到底多有靠一次才算正常呢？泌尿科医师庄丰斌呢就表示说，还是要按照这个每个人的身体跟心理状况以及所处的环境来判断。不过每天1到2次都算正常范围，但如果很担心建议可以直接寻求医疗的协助。
那进入观念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像是今天的这个禁靠11月，以及过去最完美的鸡鸡、巨乳崇拜这类一定会被黄标，但是很重要的性教育相关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原本我们对于禁靠11月的理解呢，就是一个有趣的网络迷因。但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部分的人会担心，有些极端组织会拿它来鼓吹这个宗教禁欲啊，加深男性对于性的罪恶感。也有些人担心活动的背后可能夹杂着厌女的情绪，有些梗图呢可能会责怪女性穿太少啊、穿太露，让人有性冲动等等。那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禁靠11月一开始确实是有可能从 NoFap 这个禁欲社群而延伸出来的活动，但我们自己也观察到，禁靠11月在网络世界当中逐渐长出了自己的样子。有些人会参战不一定是真的相信禁欲可以带来什么好处，更可能只是单纯觉得好玩，想要跟整个社群一起玩梗啊、讲干话，顺便提升自己对于生活的控制感而已。那我们自己也在想如果禁靠11月的原始目的是要大家千万不要靠，那大概注定会失败。因为它反而像是在提醒大家，你今天靠了没？像我们在社群上面呢，就看到有人说，平常都不觉得靠有什么特别，但在11月的时候就会特别关注自己到底靠了几次。甚至呢，当我们看到新闻说有人忍耐1个月，结果居然喷出了这个咖啡色果冻，我们就忍不住。身为一个适合这个合家观赏频道，这边我们就暂时不便发表意见。总而言之呢，我们自己觉得禁靠11月更像是一个提醒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记得关注自己的身心灵健康。那接下来呢，还有暴打12月的活动，可能会有些人想要拜父复活，有些人呢想要挑战这个人体极限。我们也想要提醒大家，诚实面对性欲是很棒的行为，但靠要适度，留给小弟弟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哦。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有参加禁靠11月的挑战吗？没有，我当观众就已经觉得很满足了。B 有，但我早就已经失败了。C 有，我离成功还有最后2周。D 没有，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挑战。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禁靠11月。此外呢，可以点这个地方看完美的鸡鸡以及巨乳崇拜。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